你自己要有感觉到，我是在用手腕带手指，还是我用手指带手腕？你先要感觉到这个。你刚才在做，你没有感觉到，你是在用手腕带手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如果没有警觉到这个的时候，你练1年，你还是在用手腕带手指，没有用。你可能练的手腕很有力，还是错的。那你这个动作，你就不可能演变出其他的东西来。这个也是需要这个，也是要手指的延伸。那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抓到那个往前延伸的那个力量。对。所以就做不出那些动作。对呀，所以要练习。你现在知道这个东西了，你就要去练习，去掌握到那个感觉。我在学钢琴的时候，一个音一个音弹，老师说不对，音要往前走，音就是一个音啊，一个音接一个音啊。什么叫做音往前走？就是你弹对了，就是那个音在往前走，而不是咔一个。它是有一个音跟音之间有一个连贯的一个行动感所以有很多东西，音乐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是玄学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它是玄学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练的人，他们练的人，像他们是从小练的，他从小练，老师叫这样练，他就这样练，他就练起来了。练起来了以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晓得吗？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他教的时候呢，也是叫别人这样练。可是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去看什么？去看一些书，看一些别人用科学方式啊，用什么的解析，他写出来音乐是怎么回事，音符是怎么回事，曲调是怎么回事，大调是怎么形成的，小调是怎么形成的，为什么只有七个音？为什么只有七个音？为什么每一个调只有哆来咪发嗦拉西？为什么只有七个？这7个是从哪来的？为什么原来是五个？为什么要从5个变成7个？后来变成12个，是不是？那这12个又是怎么出来的？原来它是有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。那每一个演变的过程，有它当时的一个需求在，然后很多人去研究它，然后去把它弄得越来越完善，然后变成一个制式的固定的东西。当这个东西变成制式跟固定了以后，学习的人就根据这个来学了。可是他就不知道这个制式的东西是怎么来的，所以他就说不出那个原因来，就是他没有理，就他不知道这背后的理是什么。他这个术可以练得非常好，可是他不知道理。那你教小孩子可以，小孩子就把你教他练，小孩子什么都可以练得很快，练得很熟嘛。可是小孩子还是不知道理，他一直读到音乐学院，他可能还不知道理。那像我们这种成年的，尤其像我这种练八卦的去学，我一定要问为什么啊？那你问为什么，老师他不知道啦，我就这样练啊。所以他就说，你这样子以后，他就变成那样。我说你的就变成那样子，在你来讲是就变成那样子，在我来讲是不合理啊，在我来讲是你为什么就变成那样子嘛？而在他们练熟的人来讲，你这样子的就变成那样。像我说你的力量走到尽头了，你就变成这个了嘛？那你的力量没有啊，你力量没有走到尽头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自然变成那个了。我说它自然变成那个，那你没有练到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嘛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
所以我们学东西一定要明理，就算我们的技术不好，我们还是要明理，从术里面去明理。你知道那个理，我们的学习背后才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，任何一个术背后都有理在啊。你不知道这个理，你永远这样练，永远这样练，永远这样练。它有时候差异只是那么一点点，它的差异只是一点点。可是你不知道理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练，你的那一点点你就没有办法破，听不懂？所以很多人说师父不跟你讲，你练一辈子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？因为你只是练师父教你的术啊，你不懂那个理呀，师父也不讲那个理呀，所以你不懂理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术跟术之间的那个关联是什么嘛。那你自己当然没有办法突破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练的东西不能自然演化。我们知道理的时候，我们练的东西可以自然演化。所以练所有的东西全都要这样子啊。那你刚才在练的时候，你就要第一个你要知道，当你在做这个时候，你自己要有感觉到我是在用手腕带手指，还是我用手指带手腕。你先要感觉到这个。你刚才在做，你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手腕带手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如果没有警觉到这个的时候，你练1年，你还是在用手腕带手指，没有用。你可能练的手腕很有力，还是错的。那你这个动作，你就不可能演变出其他的东西来，晓得吗？因为理错了，理错了，劲也错了，晓得吗？所以你们自己在练的时候要很专心去体会。我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在往前带，我是手腕，我是打开了手腕在带，我是这样子，我还是用手指，先不做多，我是用小指在带手腕，无名指带手腕，中指带手腕，食指带手腕，大拇指带手腕。你先要能够体察到这些东西，你才能练，你才去练，勤练，你才会对啊。否则你不体会这个，认知错了，你勤练也没用，你越勤练越糟糕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也会变成其实在一个原地的一个转？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是也要，其实一根手指带一根手指的同时，也要有那个往前的。本来就是啊，因为它会变成是，这是前提啊。它是会往旁边就在原地转啊。不对啊，所以我用食指带，我的食指还在我的小指，我用小指带。我的小指就在做一个螺旋嘛，我的小指在做一个螺旋啊，所以它必定是往前的。所以不能够直接只是让小指往前带。不行。我以前教过你们打开侧面，对，那个时候只是练侧面力，我要你们把这边开，要有这个力量，因为你一个螺旋，它有垂直力，也有水平力，是不是？一个螺旋它不是单方向的力，它有横轴力，也有直轴力嘛。所以我们在做螺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它还是有横向力，它不光是完全的直向力嘛。直向力你做不出来螺旋啊，一个螺旋它一定有横向力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
能够把这边打开，你先要有这个力，侧面的力，侧面的力之后，对，然后就开始要有往前带的，因为往前你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对，不是往前你会，也不见得你会，往前也不见得，因为往前通常都是用后面在推前面，你用指尖来带着往前，你不一定会，所以先要把它分开，侧面力，这手的横向力要有横向力，直向力要有直向力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横向力跟直向力，它才有这个，听不懂？啊。